1979年3月，中国解放军越过祁穷河，攻陷谅山市南区，再次向河内方向推进了5公里。就在李隼集团即将调遣驻守于柬埔寨的6个越南精锐师北上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发表撤军声明，称对越惩罚目的已经达到，宣布自3月5日起撤军回国。彼时，各种质疑声音此起彼伏，有部分人认为中国军队害怕与真正的越军精锐师较量，有部分人认为中国军队害怕苏联北上，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中越作战对中国政府以及越南政府来说都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面对李隼集团的咄咄逼人，中国政府不得已之下发起这场自卫反击战。作战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多次强调，这并非是一场掠夺，而是一场惩罚之战。中国政府也说到做到，攻陷谅山之后，立即鸣金收兵，宣布撤军回国。中国的见好就收不仅没有让李隼集团引以为戒，得到应有的忌惮，反而对外自豪地宣称，是因为越军的勇敢，将解放军赶出了越南。在越南政府的鼓吹和大肆宣扬下，越南人民更是跃跃欲试，准备为第2次的中越作战准备。难道事实真的如此吗？据越军上校裴信在接受 BBC 采访回忆，中越边界战争开始之后，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以及越军总参谋长文金勇一起在金边。彼时的越南高层根本不相信，数十年不打仗，一直醉心于国内政治的中国解放军能够在战场上如此的骁勇。在解放军兵临河内城下之时，李隼高层开始决定调遣在柬埔寨的6个越军精锐师北上驰援，抵御外敌。越南高层没有想到的是，越军6个精锐师北上，中国政府突然发表声明，称对越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将立刻撤军班师回朝。中国的鸣金收兵，撤离越南，让驻守于柬埔寨的精锐师一时之间有些茫然，之后也就没有继续返回河内。多年之后，裴信对越中越作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别有意味地表示，解放军的突然撤军让邓公以及许世友和杨得志等军队领导人认识到了解放军的不足，由此下决心精简军队，并且进行军队现代化。面对这一说法，很快许多人对79年中越作战提出质疑，到底是中国解放军胜利班师回朝，还是因为越军6个精锐师北援而宣布撤军呢？在争论的过程中，令人注目的一个焦点是，解放军以22.5万余人的兵力对抗的是越南的正规军还是杂牌军？在越南高层看来，国内的大多都是一些地方部队，并非越军精锐。虽然解放军短短28天就攻陷至距离河内几十公里处，表面上赢得了胜利，但是却是以少胜多，并非中越兵力真正的较量。解放军打成这样可是非常丢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越南在出动的部队中也是下了老本的。他们的4大全苏式武器装备王牌师316A师、第8师、第13师、27师纷纷投入到了这场作战中。特别是316A师，作为越军里面的白甲鸟师，是越军在中越战场的拳头部队。实际上，中国军队不仅全歼了1个师，而且越军的2个师遭遇重创。如此4比1的较量，怎么可能是越南地方杂牌军在与中国军队应战呢？另外，对于解放军牛刀杀鸡的战略部署一直被外界诟病，越南更是声称中国举全国兵力与越南对抗。事实上，当时中国总兵力达到450万人之多，而接到命令对越反击的兵力只有55万人，其中进入越南境内的才22.5万余人，显然连中国总兵力的5%都不到，何谈举全国之力呢？反而是越军兵力已经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据当时柬埔寨方面报道，越南亲柬兵力数字已经达到10万人之多，而通过解放军在越南境内了解，越南与中国军队对抗的兵力已远超这个数字。自2月17日
中国军队14路大军向越南境内进攻之时，越南地方民兵、游击部队、公安屯，甚至老人、孩子、妇女都已经加入战斗。这些力量不容小觑，曾经在抗击美国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力量，令美军十分忌惮。据解放军前线汇报，越军兵力已经达到15万之多。战争开始之前，越南的准备工作是十分充分的，不仅调动了大量的部队，而且在战斗的过程中不断向前线增援兵力。当杨得志率领的西线兵力兵临亮山齐琼河时，李隼集团再次将压箱底的2个河内卫戍师增援亮山。可以说，越南高层下了血本。就算如此，越军也是有来无回，犹如羊羔入虎口。曾叫嚣着要与解放军在亮山决一生死的李隼，只1天的时间就后怕的想要迁都后撤。如此来看，越南出动的兵力并不低于中国解放军，而且在占据了有利地形、全民皆兵的情况下，还能够一败涂地，只能证明越军在面对解放军时略逊一筹。从中越双方投入战果来看，这场战争结果中国完胜，如果不是撤军，中国将继续赢下去。事实上，中国撤军的战略意图是采取围魏救赵策略，迫使在柬越军撤离，从而减轻柬埔寨国内被越军侵犯的压力。而越军也确实如中国所料，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之时，立即将6个主力师，包括突破金边的203师从柬埔寨调回，企图增援亮山。此时，中国解放军10万兵力早已经部署好天罗地网，分别从亮山东南以及西南2侧方向展开运动，就好比一张已经张开大口的口袋，只要越军赶来，必然会成为待宰的羔羊。事实上，对越作战开始1周，越南边境地区的防御线已经全线崩溃。越南王牌316卫师在据守亮山之际，已经被解放军3面包围，想要拿下河内几乎是轻而易举。不过，中国不能不顾及大局，远在北部边境的苏联陈兵100万，对中国北部地区压力极大，这也是中国多数精锐部队驻守北方的真正原因。作为越南背后的支持者，苏联自然不会愿意看到中国在东南亚实力范围内独大。若中国攻占河内，势必会让苏联搅动中国北方势力，这并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结果。中方一边在对越作战开始反复申明自己立场，指明中国对越作战是一场自卫反击战，并无侵占越南领土的想法，一边采取围点打援策略，围攻亮山，吸引越军精锐部队从柬埔寨撤军，既解决柬埔寨危机，又能够采取消灭越军主力的策略，可谓一举两得。很快，中国意图被苏军卫星侦察发现，并将此情报通知越军，越军主力开始回撤河内，在其以北地区实施布防。虽然中国的战略意图提前被越南发现，不过总体来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中国大军立即下令攻陷亮山，1天半时间里就对316卫师完成了全歼。显然，对亮山20多天的围攻，并非中国军队久攻不下，而是意在驻守于柬埔寨的越军主力。攻陷亮山之后，中国政府发表撤军声明。彼时，越军一些零星部队借此机会想要实施反扑，许世友下令各部队相互掩护撤退，并且直接送给对方一份大礼，不仅将越北地区重工业设施全部毁损，而且还沿途埋下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地雷，让越南至今都生活在阴影之中。所以关于解放军撤军遭遇越军反扑伤亡惨重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局部失利而推翻整个战场局势。当然，对越作战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军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论从作战能力还是后勤保障方面，都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之后，我军开始进行100万大裁军，进行后期的整顿和改善，以此提高解放军军事武器装备以及军队各方面的能力。2013年，
越南上校裴信在接受 BBC 采访时直言不讳地称，非常高兴看到中国体制内的思想改变，这是中国进行军队现代化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什么年代，战争都是痛苦的，有战争就有伤亡，这无疑是避免不了的事情。都说军令如山，在军队面前，所有战士为了完成作战任务，不得不做出必要的牺牲。这虽然是一种无奈，但是却是减少伤亡最好的选择。正如中国政府在攻陷亮山之后，立即宣布撤军声明，无疑是多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之后，许是有上将也不由佩服地称赞，撤军之举十分英明，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仅打出了我国国威，更是打出了解放军军威。越南政府对79年的战损情况一直秘而不报，这已经说明了一点，越南比起中国军队损失，绝对是有过之无不及。从战果统计，中国军队歼敌6万余人，其中毙敌4万，击伤1万多，俘虏2000多人。这个数字主要是我军与越南正规军交战结果，而据越南劳动报公布的平民损失数据来看，越南平民在79年中越作战中损失近5万人，由此越南在此次作战中伤亡绝对超过10万。彼时苏联当时的主要兵力在欧洲，在中苏边境上的兵力只能搞军演，而我国重心始终在北方，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不可能冒着同时与2大强国开战的风险去帮助越南的。此外，美国总统卡特还专门通过美苏热线打电话给苏联当局警告，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恶化目前局势的行动和态度上也都支持到了中国。这场经历不久的战争对我们的影响却相当大，首先是暴露了很多问题，军队久不作战，军官缺少军事素养，单兵训练效果不佳，波坦协同很差等等。因为这些问题还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痛定思痛，也让我国下定决心改革强军，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的道路，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先进科技现代化装备。而且此战之后，我们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变得密切，经济上的往来让我国国力大增，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紧密，而后在其他战场联手，慢慢地消除了我国北方的威胁，同样也是保卫了南疆的和平。越南元气大伤后无力去做中南半岛小霸王，10年两山轮战之后，越南也开始老实了，最终1999年通过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确认了我国占有边境地区广大战略制高点的事实，也就是说打了10年，最后是以我国的意见为准。往远一点说，我国是通过一战解决了南北两面压力的，这是非常卓越的战略。虽然现在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不睦，但就当初而言，联美是最佳的选择。客观而言，当年我们实力不济，相较两国都比较弱小，因此只能选择联合其中一方，以此来换时间发展。我们可以说现在都还在享受着那场战争的红利。当初的战是为了现在的不战，当初的牺牲是为了今天的发展。如今我们已经重回世界之林，实力已经变得强大，不需要再去联合他国，但这一切都是先辈们用血换来的。